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每天拼了命地在佛前为家人祈福，甚至愿意折寿来替孩子挡灾，但换来的却是自己诸事不顺，甚至大病一场。清晨天还没亮，你就在亲友群组发了早安图，接着在佛堂前跪着念经，看到儿子遇到景气不好，背负房贷，看到老伴身体受苦，你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你掏空了棺材本去帮忙，甚至流着泪跟菩萨说，让我替他们受苦吧。结果呢，家人的情况没好转，你自己的身体却先垮了，还惹得年轻人嫌你管太多，压力大。你一定常常在深夜里觉得好委屈，为什么好心换不来好报？其实这不是佛菩萨不保佑你，而是我们误解了回向的本意。今天我们就来揭开佛教里最残酷也最真实的一句话：慈悲如果没有智慧，就会变成一场灾难。看完今天的内容，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盲目替人扛因果是最危险的事。我还会教你3个不花钱、最安全的回向法，教你如何真正帮到深爱的家人，同时保护好你自己，用最安全的方式成为家人生命里最温暖的光。我们总以为帮人诵经祈福，就像是过年时包个红包送给晚辈那么简单，只要我愿意给，对方就能收得到，却不知道在这背后其实是一场功德力与无名业力的剧烈博弈。你以为你给出的是祝福，但在看不见的法界里，你可能正在徒手去接一颗别人从高处扔下来的巨石。你知道吗？佛教里有一句话叫做神通不敌业力，这6个字听起来很轻，但落在每个人身上却是一座无法轻易跨越的大山。我们常常在讲业力，业力到底是什么？业力不是神明的惩罚，也不是什么神秘的诅咒，它就是我们每个人过去生生世世以及这辈子所有的起心动念、言行举止累积下来的一本总账。这本账老天爷算得清清楚楚，分毫不差。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就是宇宙间最公平的法则。为了让大家听懂为什么随便替人发愿很危险，我们来打个比方，想象一下，你有一个朋友，或者就是你亲近的家人，因为过去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在外面欠了地下钱庄一大笔钱，现在债主找上门来讨债了，态度很凶，扬言不还钱就要砸店。这个债主找上门的过程，在我们的生命里可能就表现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一次严重的车祸意外，或者是事业上无预警的巨大打击，甚至是一场官司纠纷。这就是他必须要承受的果报，是他过去种下的因，现在结成了苦果。这个时候，你出于好心跑过去挡在亲友面前，跟那些满腔怒火的债主说，你们不要为难他，这笔钱我来替他还。或者你每天在他身边敲锣打鼓，四处跟别人说这笔账算我的。你以为这是在行善，是在展现长辈的担当与慈悲，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只是一个每个月领着微薄退休金，或者靠着年轻时存下的一点老本过日子的普通人，你身上根本没有几千万的存款，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那些债主，也就是我们佛教里常说的冤亲债主，他们可能是过去生中被伤害、被亏欠的众生，他们在幽暗的法界里等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好不容易等到这个讨债的机会，他们本来就满腹委屈与怨恨，痛苦不堪，一看有人要强出头，而且这个出头的人口袋里根本拿不出实质的功德来补偿他们，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不会因为你的几句好话就感动退缩，相反地，他们会觉得你多管闲事，他们会转过头来
把所有的怒火、怨气和报复全都对准你。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平常没有深厚修行基础的普通人，在盲目地替重病的亲友诵经回向，甚至拍着胸脯发愿代为受过之后，自己会突然感到头晕目眩、胸口闷痛，或者精神耗弱到晚上频频做噩梦。这真的不是佛菩萨在惩罚你，更不是佛法不灵，而是你介入了他人的因果，却没有足够的存款，也就是深厚的功德力与定力，去化解这场跨越时空的恩怨。在我们为别人祈祷、修法、念经的过程中，其实是一场三方力量的剧烈拉扯。佛菩萨慈悲的加持力，你自己微薄的功德力，以及众生那深不见底、排山倒海的业力。佛菩萨的力量当然不可思议，但请记住，众生的业力同样不可思议。地藏经里说得非常明白，业力甚大，能敌须弥，能生巨海，能障圣道。业力的力量大到可以敌过须弥山，深到超过汪洋大海，甚至能阻挡修行人成佛的道路。你的慈悲不能凌驾于他人的因果之上。如果慈悲失去了智慧的导航，就像是一艘没有罗盘的小船，驶入了狂风暴雨的大海，不仅救不了落水的人，还会把自己给掀翻、拖垮。真正的智慧是明白，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必须要去面对的生命功课，就像吃饭一样，别人肚子饿，你无法替他咀嚼吞咽让他饱；别人欠了因果债，你也没有办法凭着一腔热血就轻易替他一笔勾销。我们常常有一种执念，以为只要自己够虔诚，每天磕头磕得够响，或者四处打听，请到道行多高、名气多大的师傅来做法会，就能逆天改命，把黑的变成白的，把死的救成活的。但在佛教长远的历史上，有太多真实的公案，用血泪交织的教训告诉我们，即使是证悟的得道高僧，在强大的定业面前，也无法随心所欲地改变他人的命运。宋朝的时候，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俊仁法师，这位法师可不是一般的出家人，他戒律清净的一尘不染，修行极高。据说他只要一入定，就能看到法界百态。当时的地方百姓都觉得他像活菩萨一样，神异莫测。只要家里有什么过不去的坎，都会去求他帮忙。有一天，当地一户非常有钱的张姓人家，他们家的独生子突然得了怪病，高烧不退，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眼看就不行了。张家父母哭得肝肠寸断，带着大批的金银财宝跑到寺庙里，跪在俊仁法师面前苦苦哀求。俊仁法师看着这对心碎的父母，心里升起了极大的慈悲，决定破例为这个年轻人修一场极为隆重的消灾延寿法会。法会当天，坛场布置得庄严无比，香烟缭绕。俊仁法师披上袈裟，全神贯注地持咒祈祷。结果在修法的最关键时刻，佛桌前那一盏原本燃烧得好好的长明灯，竟然在没有任何风的情况下，噗呲一声，突然熄灭了。在佛教的传统里，修法时灯灭，这是一个极度不祥的凶兆，这意味着这个年轻人这一生的福报和寿数已经彻底耗尽，这是连佛菩萨都无法挽回的定业了。当时在场的张家父母吓得脸色惨白，连哭都哭不出来了。但俊仁法师看着他们绝望的眼神，为了让世人对佛法升起信心，不忍心就这样放弃，于是他咬紧牙关，依然拼了命的猛力祈祷，将自己毕生的修行功德强行灌注到这场法会中。法师的额头上布满了汗水，整个人几乎虚脱，奇迹似乎真的发生了。法会结束后没多久，张家传来消息，
那个原本奄奄一息的儿子忽然醒了过来，不仅退了烧，还能正常吃饭起居，甚至能走到院子里晒太阳了。张家上下欢天喜地，逢人就夸法师法力无边。大家都以为这个年轻人彻底痊愈，躲过一劫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短短3个月后，在一个平静的午后，这个年轻人在睡梦中安详的却也无可挽回的过世了，没有痛苦，也没有挣扎，就这样走了。那天，张家老母亲原本还在厨房里高高兴兴的亲手熬着儿子最爱喝的莲子汤，端着热腾腾的汤走进房门时，却看到儿子脸色苍白，手脚冰冷地躺在那里，碗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碎成了好几瓣。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明明昨天儿子还在跟他有说有笑，还说想去城外看看桃花，他疯了一样的跑去摇晃儿子，哭喊着要把菩萨像砸了。俊仁法师赶到后，看着满地狼藉和悲痛欲绝的父母，只能长长的叹息。法师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这3个月是老衲拼了命向天地借来的，借来的时间就像是水月镜花，时间一到，不只是尘归尘，土归土，连带着这段期间消耗的额外福报也成了虚空，强留的缘分终究是留不住的。你们若真爱他，就该放下执念，让他少些牵挂的走。当时张家老母亲哭倒在地，甚至一度责怪法师是不是法力不够。俊仁法师只是静静看着他，轻轻摇头叹息。他明白世人面对生离死别的执着，但生死簿上的定数犹如日升月落，凡人在悲痛抗拒，终究只能学着在无常中放下执念，让亡者安心上路。后来大家才明白，原来哪怕是高僧强大的修法加持，最多也只能帮他把这段注定的缘分像拉紧的橡皮筋一样强留3个月，时间一到，橡皮筋终究还是会断裂。这不是佛法不灵验，而是因果不虚。法界有法界的运作规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生命的来去都有其既定的时辰。很多人听到这里，心里可能会觉得很不甘心，会想说，如果求佛菩萨没用，那我用我自己的命去换亲人的命，总可以了吧？一命抵一命，老天爷总该答应了吧？清朝的时候，有一位非常刚烈的孝女叫胡淑娟，她的父亲突发重病，昏迷不醒。胡淑娟是个没结过婚的姑娘，她悲痛欲绝。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她独自一人跑到当地的城隍庙和观世音菩萨面前，她跪在冰冷的石板地上，浑身湿透，哭着对神明发愿，说愿意用自己剩下所有的寿命替父亲去死。为了证明自己的决心，她甚至拿出一把预先准备好的刀，狠下心来割破了自己的身体，鲜血染红了她的衣襟，滴在庙里的石阶上。她以此来表达替父受过的绝对决心。当天晚上，因为失血过多和过度悲伤，她昏睡了过去。在梦里，她梦见一位穿着白衣、面容无比温柔的人走到她身边，手里拿着一个净瓶，轻轻洒下甘露水，瞬间治愈了她身上疼痛的伤口。白衣人看着她，眼神里充满了怜悯与无奈，温柔地对她说：傻孩子，你的孝心天地皆知，但生死有命，你父亲的生命已经像燃烧到尽头的蜡烛，无法强留了，你还有你自己的人生要过啊。梦醒后，胡淑娟望着窗外的晨光，心里那股沉重的绝望感奇妙地消散了。她擦干眼泪，明白强求无益，便开始用心为父亲准备最后一套干净体面的衣服，并在床边轻声念佛，陪伴父亲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彻彻底底放下了逆天改命的痴念。
在父亲最后的这几天里，胡淑娟不再像之前那样天天跪在地上求神问卜，也不再以泪洗面，凄厉地哀求老天爷。她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切切实实的陪伴上。她每天用温水仔细地帮父亲擦拭身体，换上干净柔软的衣物，甚至强忍着悲伤，在父亲床前轻声哼唱着他小时候哄他睡觉时的摇篮曲。父亲虽然说不出话，但眼角却流下了一行释然的眼泪，嘴角也微微上扬，仿佛在感谢女儿的贴心。胡淑娟终于明白，真正的孝顺不是残忍地伤害自己的身体去要挟神明，也不是死死抓着亲人的躯壳不肯放手，而是在这最后的时光里，给予亲人最安稳的陪伴，让他知道自己是被深深爱着的，让他能在没有恐惧、没有牵挂的平静中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这比任何违背因果的毒誓都来得更有功德。后来，胡淑娟发现自己身上的伤口真的奇迹般的很快就好了，连疤痕都没留下多少。但她的父亲最终还是顺应着生命的轨迹，在几天后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今天花这么长的篇幅讲这两个古人的故事，绝对不是要让大家觉得绝望，更不是说既然定业不可转，那我们以后就不需要为生病的亲人祈福，不用去庙里拜拜了。我是想告诉大家，爱和慈悲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最美丽的东西。无论时代怎么变迁，人与人之间这份愿意为彼此付出的真心，永远是黑暗中最亮的光。但我们必须明白，每个灵魂都有他自己这辈子必须要走完的旅程。哪怕你再爱你的老伴，再疼你的子女，你也无法代替他们去生病，无法代替他们去面对事业的低谷，更无法代替他们去经历生老病死。我们能做的是陪伴，是倾听，是给予深深的祝福，而不是盲目的想要去顶替他的因果。硬要去替别人扛因果，就像是硬要去拨开还没化蛹成蝶的毛毛虫的茧。你以为在帮他，其实是害他失去了长出翅膀的力量。历史公案听起来也许有些遥远，感觉像是书本里的神话。那我们就把视线拉回现在，来看看我们身边现代人的真实生活。在我们经常去的那间寺庙里，有一位非常热心、学佛多年的林师姐。林师姐是一位非常传统、非常善良，但也非常爱操烦的母亲。她先生走得早，她大半辈子都在为独生子而活。前阵子，她30多岁的儿子遇到了人生的巨大低谷。儿子原本开了一间咖啡厅，结果遇到景气不好，不仅生意惨淡关门大吉，还背了一身沉重的债务。因为经济压力，儿子的婚姻也亮起了红灯。夫妻俩几乎天天为了钱在客厅里大吵大闹，甚至闹到了要签字离婚的地步。林师姐每天看在眼里，简直是疼在心里，心如刀割。她每天去市场买菜，听到别人家讨论儿子买新房、抱孙子，她都不敢搭话，低着头匆匆走回家。她焦虑的整夜睡不着觉，血压一直往上飙。于是她开始疯狂的行善。她每天早上不去公园甩手做运动了，把自己关在闷热的佛堂里，跪着诵经好几个小时，念到头晕眼花。她把所有的功德都回向给儿子，甚至在佛前点着香，哭得涕泗纵横地发愿说：菩萨，我儿子还年轻，他以后的路还很长，求求您把他的霉运和债主都转移到我身上吧，让我这个没用的老骨头来替他受苦。只要他能顺顺利利，我明天就走都没关系。不仅在无形的法界里这样发愿，在现实生活里，他也强势介入了儿子的婚姻。他跑去指责媳妇不够体贴，
说男人在外面打拼已经很辛苦了，做老婆的要多包容。她甚至瞒着所有人，偷偷把自己的定存解约，拿着用来养老的棺材本去帮儿子补钱坑，想尽一切办法要帮儿子解决眼前的问题。其实，儿子经营咖啡厅失败，原本是他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契机。如果让他自己去面对债主，去跟银行协商，他至少能学到如何做财务控管，如何承担责任。但林师姐这一下子把棺材本砸进去，不仅填不满无底洞，反而让儿子产生了一种反正出事了由我妈扛的依赖心理。结果呢，事情有没有像他祈求的那样好转？短短半年过去，林师姐自己因为长期的过度焦虑、睡眠不足，加上频繁进出阴暗的场所，替儿子求神问卜，她的免疫系统彻底崩溃了。她先是长了俗称皮蛇的带状疱疹，痛得在床上打滚，接着关节炎大爆发，连下床走路去倒杯水的力气都没有，整个人瘦了一大圈，瞬间苍老了10岁。当林师姐躺在病床上，因为带状疱疹痛得整夜哀嚎时，儿子不仅没有在床前伺候，反而常常借口说医院细菌多，看了心烦而躲出去跟朋友借酒浇愁。有一次，亲戚实在看不下去，把儿子痛骂了一顿，儿子竟然红着眼眶大喊：是我逼他这么做的吗？他把所有的钱都砸在我身上，每天在我面前念经哭诉，你们知道那种恩情有多沉重吗？重到我都想从楼上跳下去还给他。而他的儿子呢，不仅没有因为母亲的巨大牺牲而振作起来，反而觉得母亲的爱令人窒息。儿子有一次崩溃地对他大吼：妈，你能不能不要再管我的事了？你让我压力好大。儿子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连自己闯的祸、自己的家事都要生病的老母亲来扛，最后媳妇还是搬回了娘家，母子关系也降到了冰点。儿子为了躲避他的关心，甚至不愿意接他的电话，连过节都不回家吃饭了。儿子甚至跟亲戚抱怨，每次看到母亲为他牺牲受苦的模样，他就觉得自己是个罪人，连呼吸都有罪恶感。林师姐这才恍然大悟，自己拼了命给出的爱，竟变成勒在儿子脖子上的无形绳索。这份沉甸甸、失去界限的母爱，彻底压垮了这个年轻人的脊梁。不仅没帮他挡下业力，反而把儿子变成了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妈宝，更把这个家逼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除了林师姐，我们社区里还有一位老陈。老陈也是个标准的学佛人，满口都是慈悲为怀。他有个观念，觉得只要人家开口借钱，身为佛弟子就不能见死不救，这叫广结善缘。结果亲戚朋友做生意周转不灵找他，邻居打牌输钱找他，他一概来者不拒，甚至还瞒着家人去给一个常常跑庙里的同修做保证人。老陈总觉得我这是在帮他们渡过难关，佛菩萨会记下我这笔功德，老天爷会保佑我的。结果那个同修卷款跑路，所有的债务全压在老陈头上。老陈一辈子的积蓄被法院查封，连住的房子都差点被法拍。老陈的太太气得直接收拾了行李回娘家，临走前指着他的鼻子痛骂：你对外面的人大方，对那些骗子大方，但你有没有想过我和孩子？你每个月给道场捐钱，自己连双新鞋都舍不得买就算了，现在连我们一家人遮风避雨的房子都要被查封了。你这是修的什么佛？修得我们家破人亡。老陈每天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看着墙上的佛像，心里全是苦水。他终于痛切地领悟到，自己这种毫无底线的老好人行为，
不仅害了那个卷款潜逃的同修造下更重的恶业，更残忍地伤害了最信任、最依赖自己的家人。老陈自己也得了重度忧郁症，连门都不敢出，更别提去庙里共修了。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明明是个处处为人着想的烂好人，为什么落得这般田地？原来，没有原则的善良，就是对家人最大的残忍。后来还是寺庙里一位老法师点醒了他。法师叹气说：“你这哪里是行善，根本是在纵容别人的贪念。你不辨是非的借钱背债，剥夺了他们为错误负责的机会。这份沉重的共业自然落到了你头上。”老陈听完犹如当头棒喝，懊悔痛哭，才明白没有底线的善良有多可怕。各位朋友，林师姐不爱她的孩子吗？她太爱了，爱到失去了自我。老陈不善良吗？他善良到毫无底线。他们都愿意用自己的一切去换取别人的平安，但为什么结果会这么让人心碎？满地的鸡毛收都收不回来，因为他们忘了，这世上有一种界限，叫做因果的界限。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他自己专属的生命功课。儿子在事业上的挫折，在婚姻里的摩擦，朋友在金钱上的贪婪与匮乏，这些都是他们灵魂成长必须经历的磨练。他们必须学会在深夜里痛哭，学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学会在跌倒的地方咬着牙自己站起来。只有亲身经历过那种痛，他们才会真正的成长，才会懂得珍惜。当林师姐试图去代替儿子承受苦难时，在世俗层面，她剥夺了儿子成长的机会；在因果层面，她是在用自己微薄的凡人力量去对抗儿子生命里庞大的业力轨迹。当老陈无条件替人扛债时，他不是在帮人，而是在助长对方的贪念，让对方失去了面对错误的勇气，同时也把自己的家庭推向了深渊。没有智慧的慈悲，往往会变成一种沉重的负担，甚至是一种毒药。这不仅无法真正解决对方的问题，还会让自己陷入业力的漩涡里，越陷越深，最后两败俱伤。这世上最难的修行，其实不是每天能念多少部经，不是能磕多少个头，也不是吃多少年的早斋，而是学会对至亲的人，对那些我们深爱但正在受苦的人，轻轻地说一声放手。放手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像是在割肉。放手不是不爱，更不是冷漠无情地看着他们去死，而是用一种更深沉、更成熟的智慧去明白，我可以为你点亮一盏灯，照亮你前方的路，但我不能代替你走路。你鞋子里的沙子，只能你自己倒出来。我可以为你诵经祈福，为你煮一碗热汤，但我不能剥夺你体验生命酸甜苦辣的权利，因为那才是你真实的人生啊！既然不能盲目的待人受过，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既帮到深爱的亲友，又能保护好自己，不让整个家庭陷入泥沼呢？这里我为大家整理了3个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跟着做的安全回向法。步骤非常简单，不需要花钱，也不需要什么复杂的仪式，却充满了佛法流传千年的深智。第一，3段式安全回向法，先解愿，再求福。很多人在佛前回向的时候，总是习惯直奔主题说，愿把今天念经拜佛的功德全部回向给我的儿子，祝他病痛早日消除，事业顺利赚大钱，小人远离。前面我们说过，在法界的逻辑里，你强行护短，往往会激怒对方，等于直接跑去挑衅他身边那些等着讨债的冤亲债主，这不是惹祸上身吗？从今天起，请改变你的说法，这非常重要。
你可以双手合十，心平气和地这样说：愿将此诵经功德，第一，回向给十方三世一切法界众生，愿法界平安；第二，这点最关键，回向给某某某的历代宗亲与冤亲债主，愿你们也能获得这份功德，离苦得乐，往生净土，放下心中的怨恨。第三，最后才说，祈愿某某某业障消除，身心安康。记住，你要救人，必须先安抚债主，你先带着慈悲心去超度、安抚那些讨债的众生，把源头的怨结化解了，让对方拿到了好处，愿意离开了，你亲友的病痛与障碍，自然就会像冰雪遇到阳光一样，慢慢消融减轻。第二，功德分流法，先安己，再安人。如果你发了愿，要为生重病的亲友念诵7部地藏经，或者抄写1000遍的心经，请不要把所有的功德都一股脑的全部推给对方，这就像是在飞机遇到乱流时，你自己都还没戴好氧气罩，就急着去帮旁边的人戴，最后2个人都会因为缺氧而昏迷。你可以把功德分流，例如每天念诵2部经，第一部请清清楚楚地回向给自己的冤亲债主，你要先保护好自己的磁场与身心，让自己平平安安，无病无痛。第二步，再回向给生病亲友的冤亲债主，请绝对不要觉得这样做很自私，觉得自己不是个好妈妈或好朋友。佛陀早就教导过我们，要自度才能度人。你自己都不会游泳，跳下水去救人，只会多一具尸体。你只有把自己修得像一颗发光发热的小太阳，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得硬朗健康，每天精神饱满，你才有源源不绝的能量去温暖别人。如果你自己都因为帮人而累倒了，病倒了，那不仅帮不了人，还会让原本就心力交瘁的家人更加担忧，这岂不是本末倒置了吗？第三，授人以渔的陪伴法，点亮他自己的心灯。如果你身边的亲友遇到了大灾大难，或者罹患了医学上难以治愈的重病，比起你天天躲在房间里替他诵经念佛，更好的方法是引导他自己去学佛，去忏悔，去行善。如果他病得很重，躺在床上无法起身念经，你可以在他心情平静的时候，买一个声音柔和的念佛机放在他床头，让他跟着轻轻听，让佛号的频率安抚他的恐惧。你可以用他的名义，拿他的1.0钱去帮助社区里比他更弱小的孤寡老人，或者去买几包米捐给育幼院，然后回到病床前，握着他的手，把这份他自己结下的善缘当作故事说给他听，让他知道自己虽然生病了，依然是一个有价值、能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让他心底升起一份欢喜心与力量，让他自己去累积他生命里的功德存款，让他自己去向他过去有意无意伤害过的众生忏悔，自己的业障自己消，自己的生死自己了，这才是最根本、最能改变命运的解药。各位朋友，花开花落，四季轮回，缘分让我们在今天这支影片的时空里相遇。我知道，荧幕前的你可能正在为了生病住院的老父母焦急，每天在医院和家里两头跑，可能正在为了迷惘找不到工作的孩子落泪，不敢在他面前叹气，也可能因为长期照顾卧病在床的伴侣，自己已经撑到了极限，到了崩溃的边缘，好几次在洗澡时偷偷掉眼泪，看着镜子里自己越来越多的白头发和皱纹，你觉得好累，好孤单。在这里，我想透过荧幕，深深地看着你的眼睛，对你说一声辛苦了，你真的已经做得很好了。你那颗愿意为家人无条件付出、无怨无悔的心，
本身就是世间最美的菩萨心肠，请不要因为亲人的病情没有好转，或者孩子依然没有起色，就深深的自责，更不要觉得是自己的修行不够，是自己业障太重，才拖累了家人。佛法教导我们慈悲，但也教导我们解脱。真正的慈悲，绝对不会让你每天活在恐惧、内疚与无尽的浩劫之中。如果你因为帮别人回向、替别人操心而感到无比痛苦，那就说明我们把因果的沙子抓得太紧了。沙子抓得越紧，流失得越快，手也会被磨破皮。把心里的重担放下吧，把那些你无法掌控的因果，把那些儿女的未来，把那些无法挽回的遗憾，统统交还给天地，交还给因果本身。这不是一种放弃，而是一种最高级的臣服。我们只要守住自己的清净心，把每一天的饭吃好，把每一天的觉睡好，做好陪伴的本分，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给予最真诚的微笑和祝福，这就足够了。修行从来不是要我们变成无所不能的神仙，去强行逆转命运的齿轮，而是要我们在充满无常、充满生老病死的人世间，修出一颗柔软、清醒且有界限的心，明白什么是我能做的，什么是老天爷决定的。愿你从今天起拥有菩萨低眉的慈悲，也拥有金刚怒目的智慧。在拼命利益众生、照顾家人之前，请先好好的拥抱一下你自己，泡一杯热茶，揉揉自己酸痛的肩膀，照顾好你自己这颗伤痕累累的心，因为你也是众生之一，也是菩萨深爱着的孩子啊。如果你愿意，我邀请你现在就在这支影片的下方留言区，为你自己，也为你深爱的家人留下一句最纯粹的祈福语，不需要长篇大论，你可以写下愿一切冤结化解，愿身心清净平安，或者简简单单的打上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让我们把这荧幕前万千人的善念汇聚成一股强大无比的正向磁场，穿透时空的阻碍，回向给十方三世一切众生。你的每一次留言，每一次分享，都是在网络的世界里传递一份有智慧的慈悲，都在为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点亮一盏温暖的明灯。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觉得这些话语就像一阵微风，稍微吹散了你心头的乌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轻轻点击订阅按钮，并按赞开启小铃铛。你的每一个支持与鼓励，都是我们继续制作影片、传递善念的最大动力，也能让你在未来的日子里不漏接每一份平静与智慧。感谢你今天的陪伴，愿明镜永远照见你内心的清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